糖尿病人什么时候开始服用维生素 B12？吃多长时间？听医生怎么说。唐女士是一位糖尿病患者，自从被诊断出有2型糖尿病后，她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开始严格控制饮食，努力降低血糖，几乎戒掉了所有含糖高的食物，连肉类也吃得很少。在医生的指导下，她按时服用降糖药物，定期复查，血糖控制的还算稳定。然而半年后的一天，唐女士突然开始感到手部发麻，全身乏力。刚开始她以为是最近累着了，想着休息一下就会好。但1周过去了，这些症状也没有缓解，还是时不时的出现。她再次来到医院检查，血糖和血压都在正常范围内，但血清维生素 B12 浓度却远低于正常值。医生告诉她这是维生素 B12 缺乏症，这些症状也都是缺乏维生素 B12 引起的，并且糖尿病患者很容易出现，需要及时补充维生素 B12。那么糖尿病患者什么时候需要服用维生素 B12 呢？要吃多长时间？1. 为什么要补充维生素 B12？ 维生素 B12 也可以叫谷氨素，属于水溶性的维生素家族。水溶性的意思就是如果摄入过多，多余的维生素 B12 就会随着尿液排出体外，不像脂溶性维生素那样容易在体内积存。维生素 B12 对身体是非常重要的，帮助生产健康的红血球，让我们的血液有活力，还和神经系统有关，可以构建和修复神经细胞周围的髓鞘。髓鞘是神经系统很重要的保护层，没有它，神经信号可能乱窜，造成神经损伤。此外，维生素 B12 还参与 DNA 的合成，帮助生成新细胞。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，维生素 B12 更是特别关键。糖尿病可能会导致消化系统出现各种问题，使身体难以从食物中吸收足够的维生素 B12。缺乏维生素 B12 会导致一种叫做具有红细胞性贫血的病症，让人感到疲倦无力。同时，由于维生素 B12 对神经健康也很重要，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B12 可以帮助预防糖尿病带来的手脚麻木、疼痛等周围神经病变的症状。不仅如此，维生素 B12 还在同型半胱氨酸这种氨基酸的代谢过程中有作用。同型半胱氨酸水平过高与心脏病风险增加有关。维生素 B12 能够帮助降低，从而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几率。无论是为了维持正常的血液功能，还是为了保护神经健康，或是为了降低心脏疾病的风险，确保体内有足够的维生素 B12 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可以看出，维生素 B12 对人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，特别是对于有糖尿病的人来说。那么该怎么判断自己什么时候该补充维生素 B12 呢？2. 什么时候需要补充维生素 B12？ 1. 出现相关症状时。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，保持良好的血糖控制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有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看似与血糖无关的症状，比如手脚发麻、刺痛，甚至有奇怪的感觉。这些症状其实可能是在提醒身体里缺乏维生素 B12 了。前面说过，维生素 B12 对神经系统也有作用，如果维生素 B12 不足，神经系统就会出现问题，导致神经传递信号的能力下降，从而引发手脚麻木、刺痛等症状。除了神经系统的问题，维生素 B12 还与红细胞的生产有关。红细胞是血液中运输氧气的，如果它们的数量减少了，就会导致贫血。贫血的人常常会觉得脸色苍白，容易疲劳，有时候还会觉得头重脚轻。如果出现这些症状，也应该考虑到可能是缺乏维生素 B12。2. 长期服用某些降糖药物时。对于很多糖尿病患者来说，2甲双胍是一种常见的药物，一般用来帮助控制血糖水平，但是长期服用2甲双胍可能会导致维生素 B12 吸收变得不太好。不是说2甲双胍有什么不好，而是它的特性可能会让我们的身体不太容易吸收到足够的维生素 B12。如果我们体内的维生素 B12 少了，就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，医生通常会建议那些正在长期服用2甲双胍的朋友定期做一些简单的血液检查，看看自己体内的维生素 B12 是不是足够。一般来说，刚开始服用2甲双胍的时候，在3到6个月之间最好去做一次这样的检查。如果发现维生素 B12 缺乏，就可以及时补充。关于维生素 B12 要吃多长时间，这方面人和人是不一样的。
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给建议，但一般来说可以从以下2个方面来看。3、维生素 B12 要吃多长时间？一、病情严重程度。维生素 B12 缺乏时，不同人的身体反应是不一样的，有的人可能只是轻微的缺乏，而有的人则可能出现严重的问题。对于那些维生素 B12 轻度缺乏的人来说，好消息是只要通过短期的补充治疗，比如持续1到3个月的时间，就能让身体里的维生素 B12 水平恢复到正常范围内。对于那些病情比较严重的人来说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如果缺乏维生素 B12 已经引起了严重的问题，比如出现了具有细胞性贫血或者严重的神经病变，那么恢复起来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，可能需要3到6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来进行补充治疗。医生会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来看，有些情况下可能需要通过口服维生素 B12 片剂或液体制剂来补充，而在某些严重的情况下，可能会推荐使用注射的方式，直接将维生素 B12 送入体内，以便更快的起效。治疗的关键在于坚持和耐心，即便是轻度缺乏的患者，也需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完成整个疗程，确保维生素 B12 水平真正恢复正常。病情严重的患者更是如此，只有通过长时间的补充治疗，才能有效的缓解症状，防止病情再次复发。2、监测结果。对于需要补充维生素 B12 的朋友们来说，定期监测维生素 B12 的水平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检查结果显示维生素 B12 的水平还不够，可能需要继续补充，甚至有可能会增加补充的剂量。相反，如果水平已经恢复到了正常范围内，并且能够保持一段时间的稳定，那么可以考虑减少补充的剂量。但也不是说就可以放松警惕，不再关心日常饮食中维生素 B12 的摄入了。维生素 B12 是我们身体必需的营养素之一，对于保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和制造健康的红细胞都很重要。就算不用吃补充剂了，仍需要通过均衡的饮食来保证足够的维生素 B12 摄入，才能避免再次出现缺乏的情况。对于那些喜欢吃素的朋友来说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前面说过，维生素 B12 主要来源于动物性食品，所以爱吃素的需要特别注意自己的饮食搭配，确保可以通过食物或者其他方面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B12。市面上有一些专门为素食者设计的强化食品，比如强化的植物奶、谷物早餐等，都是不错的维生素 B12 来源。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，补充维生素 B12 很重要，但服用时也要注意正确的方法，特别是以下这几点，如果不注意，反而可能给身体带来危害。4、服用维生素 B12 的注意事项。1、要遵医嘱服用。补充维生素 B12 不是随便吃点补品那么简单，了解自己是否真的缺乏这种维生素，以及具体应该补充多少量，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，比如年龄、性别、健康状况等因素来综合判断。另外，补充维生素 B12 的方式也很多，口服片剂、注射或者是使用鼻喷雾等，每种方式都有特点，适合不同的人群。比如消化系统不太好的老人，可能直接口服的效果不如注射来的明显。不管用哪种方式补充，都应该注意身体的变化，过程中出现了任何异常反应，比如恶心、呕吐、皮肤过敏等症状，都要立即停用。2、注意药物相互作用。有些糖尿病患者可能还有些其他病也需要药，会干扰维生素 B12 的吸收。像绿霉素、新霉素这样的抗生素虽然能对付细菌，但有时候也会影响维生素 B12 的吸收。即便我们补充了再多的维生素 B12，也可能没啥效果。有些老年人胃不好，可能会吃一些质子泵抑制剂，这些药也会影响到维生素 B12 的释放，从而间接影响其吸收。所以在补充维生素 B12 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告诉医生正在吃的所有药，让医生判断药物之间会不会产生不良的相互作用。结语：糖尿病是一种需要长期控制的疾病，维生素 B12 在糖尿病的治疗和预防中也有着重要的作用。对于糖尿病人来说，何时开始服用维生素 B12 以及服用多长时间，应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。同时也要注意合理饮食，遵医嘱服用药物，提高治疗效果，减少并发症的发生。